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最近在 Spotify 多了一些新朋友，非常欢迎你们的加入。至于老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的耐心。今年对我来说是特别不一样的一年，因为我完成了研究，出版了期刊，从研究所毕业了。至于要不要读博士，因为这是一个至少3到5年的承诺，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。我最近很积极的跟身边的博士们讨论，所以我还在思考当中。我想我说太多关于我的话题了。总之 Spotify 告诉我，今年大家最喜欢的一集是爱的语言，而且有 86% 的听众是今年第一次听 Mandarin with Local， 谢谢你们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台湾的小吃吧。最近跟学生聊到台湾的小吃店，待会你可以听到我的英国学生 John 对台湾小吃的看法，他来过台湾20几次。上个周末，我到台中的一家必比登台湾餐厅庆祝我妈妈的生日。必比登餐厅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有，大家应该都听过米其林餐厅吧？跟米其林餐厅比起来，必比登餐厅会比较便宜。在台湾的必比登餐厅，每个人的平均消费大概是1000台币以下。你去一个新的地方，你会如何找吃东西的地方呢？在台湾要吃东西有非常多选择，除了便利商店以外，你可以去餐厅、早餐店、早午餐店、小吃店、便当店、夜市的路边摊等。除了便利商店以外，要区分这几个地方很简单，餐厅或早午餐店通常有门。我知道听起来很好笑，但是这2个地方通常是吃东西环境比较好的地方，这些地方大多会收服务费。虽然台湾没有给小费的文化，是如果你去餐厅会有10%的服务费，台湾人在口语上也会说10%。没有服务费的餐厅在台湾也很常见。通常在没有服务费的餐厅，你需要自己去拿餐具，用完餐也要自己把餐具收好。这个行为叫自助，也就是自己帮助自己。如果你来过台湾，你习惯台湾有一些餐厅需要自己拿餐具吗？欢迎跟我分享你的想法。在台湾有一种店叫自助餐店，在自助餐店你可以吃到很多台湾的家常菜。台湾人通常会拿着便当盒，自己夹自己想吃的菜。自助餐店大多是平价的，台湾人会到平价的自助餐店吃午餐或晚餐。在自助餐店里有非常多选择，你也有机会吃到很多以前没吃过的在地蔬菜。这种店的计价方式是以你夹多少菜的重量来计算，所以每道菜你想吃多少，你都可以自己选择。比较高级的自助餐店，很像你们说的 buffet， 通常是在高级的饭店或旅馆里的餐厅。比较贵的原因是因为食材通常比较高级一点。这种地方通常是在限定的时间里 all you can eat， 台湾人会叫这种地方吃到饱。吃到饱餐厅在台湾有很多，所以你的台湾朋友可能会说，我们要不要去吃到饱？它指的就是这种 all you can eat 的餐厅。话说回来，无论你在台湾找餐厅、小吃店或任何吃东西的地方，你可以先看谷歌评价或 IG 贴文。台湾的店家非常在意谷歌评价，也因为这样，如果在餐厅里台湾人的感受不好，台湾人也会给那家餐厅比较低的谷歌评价。要注意，因为台湾的店家知道台湾人会看谷歌评价，所以他们可能会请客人给5颗星，然后送客人一些小礼物。那要怎么找餐厅呢？身为台湾人，我在找餐厅时，通常会找4颗星以上的店家，但是我会去看他最低的评价是什么，决定自己要不要去这家餐厅。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很好笑的评价，例如
我去垦丁玩的时候，有一家小吃店被一位客人评了1颗星，原因是因为那位客人刚跟女朋友分手，老板娘问他怎么没有跟女朋友一起来。这真的是典型的台湾长辈，有时候他们会非常关心陌生人，无形之中会造成压力。又或是我看到客人会对餐厅的环境评价，我记得那位客人写厕所很脏，建议憋尿，也就是他的厕所很脏，建议不要在这边上厕所。刚才我们提到了台湾各种不同吃饭的地方，有餐厅、早餐店、早午餐店、小吃店、便当店等。我想其中对外国人来说会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小吃店，原因是我认为其他地方通常有英文菜单，但是小吃店通常不会有。小吃店的价位通常比较低，当我们说一家店或是一个东西价位比较低，代表比较便宜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John 来台湾20几次的经验，以英国人的口味来说，他觉得什么食物对他来说接受度比较高。我觉得对我的比较西方的口味最好的是炒饭、卤肉饭跟贡丸汤都也是很容易吃的菜。蛋花汤应该是很轻的，所以也很好煎的。我说的这几个菜，我觉得最难在家做的可能是饭馆的炒饭，因为饭馆做的炒饭有火气，可是用普通的家的炉不容易做出来火气。在这里提到了火气，你们知道火气是什么吗？火气是在高温下非常快的翻炒食物，食材跟锅子上的油脂因为高温所形成的一种烟熏味，所以食物尝起来有火气。通常家里面是很难煮出有火气的料理，因为餐厅的炉子加温很快，加上餐厅的厨师都有很棒的甩锅技术，所以有火气的菜通常在餐厅才吃得到。我们可以说 John 真是一位老饕，老饕指的是很懂吃的人，很了解食物的人。在华人文化里，强调料理要色香味俱全，也就是看起来要很吸引人，味道要好吃。香大多代表的是食材及调味的香气，但有时在快炒的料理上有没有火气，取决于厨师的能力了。因为 John 有西方人的胃口，虽然他常吃亚洲菜，但胃口跟台湾人还是不一样。像我的胃口就是比较台湾人的胃口，我喜欢吃的东西跟大多数台湾人的习惯比较像。当我们吃到一个东西觉得很好吃，我们可以说这道菜很合我胃口，这道菜很合我胃口。当我们吃到不好吃的东西时，除非真的很难吃，我们通常会比较委婉的表达这道菜不合我胃口，这道菜不合我胃口。当你吃不下东西或没有想吃东西的感觉，我们会说我没胃口，我没胃口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话题。其实我比较少谈论到食物的话题，但是在上课时，我发现 John 不仅是老饕，也有非常多在台湾旅游的经验，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。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内容，欢迎订阅，你可以在我的网站里找到这集的逐字稿。欢迎你用语音留言、寄 email 分享给我你的想法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拜拜。